天到晚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喝酒啊，所以我天天查他小。就是我不管你的钱，对吧？我管你的账，对吧？对，我管他账，但我对他挺好的，挺真心的，我从来没把他的账转到我的账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还不行吗？干涉您的生活吗？他都对我就没有那么太用心。有一次吧，我生病了啊，我说你给我煮点面汤，让我喝点暖和暖和。我这在床上都很难受，你知道咋的？他给我点了份外卖，哎呀，还着急的他就跑出去了。哪有你这样对我的呀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吗？不是跟你说我不喜欢做饭吗？但是说我当时即使参加汇演，我不能因为你耽误大家的演出。照顾完我你再走也可以呀。我参加演出回来再照顾你不都一样吗？你还说我自私，你不也很自私吗？你这种想法。这个我能问了吗？对啊。啊，我能问我问啊。刚才大姐说她管你的账本对吧？对。我说她干不干预你的生活？生活也干预。咋个干预法？我有一次吧，我跟别人吃饭很晚才回来，啊，如果回来我喝得晕乎乎的啊，然后完了我躺床上嘛，我就说早点休息会儿。你知道他咋的？他就不让人休息，非得给我对账。我有2笔想不起来，我说那啥，我说等我清醒点咱再对，不行吗？这就不行了，他就恼了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了？你这出去一宿没回来，一整夜没回家呀？第2天回家特别晚，我肯定怀疑啊！我看你手机的钱1分都没有了，我得干嘛？你说我花了，你怎么着？这不你跟我说的吗？你也不能动手啊！你给我抓得满脸花道的。我第2天我想起来了，我就告诉我朋友人家临时用钱周转一下，那第2天就给了。他这就不依不挠的，弄得我在我同事跟前、朋友跟前一点面子都没有。那你现在花钱怎么办？反正能花，但是花回来得报账，对吧？哦，那还好。不相信他呀？别过了吧，你们俩不合适，大姐。我觉得他能让我管账，还是对我有点诚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一点我还是感动的，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的。我对他是真心的，只不过是确实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，你要学会包容我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你们俩现在一起去广场上跳广场舞吗？他从不带我去。你们俩的这个生活作息规律什么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他每天5点就起来了，雷打不动。早上5点起来干嘛？起来以后就是唱歌，就是录视频，在屋里就练舞蹈。我说我这能休息好吗？我说这几年我都憔悴，我眼袋都出来了。我跟他在一起生活的，我都很憔悴。现在都喜欢看视频呀，唱个歌了，家里都买个卡拉 OK 了，对不对？生活多点情调嘛。再说你天天倒着躺在床上也不健康，到时候长得那么胖，长了3高啊，血压。长得胖怎么了？我跟博红都胖。胖人都有病啊！你看他现在再胖下去就得病了。不能歧视我们胖人啊！这个作息也不一样，那我再问一个啊，他现在养生馆是他自己开还是你们共同开呢？是他自己开的，就那点小生意，他都不好好做，天天出去喝酒啊，喝回来醉三马四的，吐得满地都是。我就想让他开拓下市场，有点上进心好不好？别一天到晚那小牛角尖啊钻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把精力在事业上。我老家有个亲戚嘛，人家那个做那个药材批发，做的可好了，人都市区都买了一套大房子，我可羡慕了。我想这是我家的亲戚，介绍给他认识，多条门路，咱们把生意做大了好不好？哎，他也不同意。我为啥不同意？你这都是亲戚，亲戚之间是要过钱的。再说咱是开养生馆的，不是开药材铺的。他这是找借口啊，就不思进取的，就是这种人。今天你来是希望大姐如果穿着保守一点，你还愿意跟她谈恋爱，对吧？对。你们有打算结婚吗？如果他改变了，我有这个想法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。好。所以我比较珍惜这段感情。行。大姐，你觉得你会改吗？为这段感情？我觉得只要我的心给了他就足够了，其他的并不重要。那你心给他了吗？随便换个人他都会怀疑吧，而且我当时都来了，他直接让我回去。可那天不是这样突然这样闯进来，我也不好跟人家解释啊。那个我就不明白你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呀？你就直接跟他们说你女朋友来接你了呀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现在特别好奇，给你打电话的是他的什么同事？这很有意思，你发现了吗？是他的同事告诉他说他们在外面喝酒并喝多了，你来接他吧。听你的描述是这个过程吧？就是。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并没喝多，是吧？然后他还轰他走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个同事的心理值得揣摩一下啊。这算不算是一种预警呢？我们往下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轰你走？对啊，他就轰我走。我也没办法呀，我还走了。就只能走了呀。很奇怪呀，为什么让他走呢？不是因为当时同事都在嘛，他气冲冲的一跑进来。对，你同事都给他打电话了，告诉他你们在这儿了，你都不邀请他坐一下。主要是他可能看见我在那儿，他有些误会了，而且我当时确实也不好跟他解释啊。我心里想的就是，那不是晚上回家了过后再说嘛，等气儿消了就好一点了。好吧，走了之后呢？
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家的路上，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堵啊。我错了行吗？那以后我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，不管是玩儿，我都带你一起行吗？不要生气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呢？你怎么现在这么说了呢？不是那天晚上你回去之后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他根本就没有找我。然后呢？对啊，我就一个人特别难受啊。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也在说这个事情嘛。嗯。然后他们叫我分手。啊。我其实还是在等他给我一个解释吧。啊。就可能有半个月这样子，他都一直没有来找我解释。哦。而且我问他这个事情，他反倒是那种特别烦，不想理我。然后呢？就我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，我就跟他说我们分手吧。但是我一说分手，他马上就不停地来跟我道歉，就一直来找我。但前面半个月我跟他说这么多，他都不理我。不是，那他就来找你，你就跟他复合了？没有，他就一直来找我，然后我也好几天我就躲着呢嘛。但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来找我嘛。啊。然后他还在我家楼下，他就哭着跟我道歉，跟我承诺说他以后真的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他一定会改的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当时我就挺心软的嘛，我看着他那个样子，也挺憔悴的，然后我就相信了。但是，我每次一想相信的。但是先不说，我想问问他，那半个多月你干嘛去了？上班啊，上班比较忙。不是，你知道那天晚上他是负气而走的吗？知道，但是当天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。第二天呢？然后就上班就可能。第3天呢？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想。第4天呢？然后就忘了。第5天呢？就你跟你女朋友5天不联系，这个好像用平淡期或者，这好说不过去吧？就是我觉得吧，这事情都过了，就何必再？那就说这次你们这次来就是因为闹了这个事儿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所以来到这儿。对。他要求复合，你跟他复合没复合呀？我没有啊，我就觉得我不敢相信他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止这一件。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再举例给我们听听。你怎么不找工作呀，孩子？因为我在读书嘛，考公务员。考了吗？嗯，考了。啊。现在还没有下来成绩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一般吧。那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因为刚考也没事了，现在。啊。反正现在心就是在他那儿是吧？你希望今天这来个什么结局是你比较满意的呢？我希望他能认识到，就是说我说的这些东西，因为我对他做的好多，他应该能看在眼里。哎呀，离开他能活不？也能。能很好的活不？能。啊，能上进的活不？虽然能是能，但是心里面还是会。好吧，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刚才姑娘其实说出来点出来了，你不自信，你把你那种不自信所带来那种不安全感，最后怼回这个姑娘身上，都是你不好，你对自己不自信，那你应该怪自己嘛。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能力呢？我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帮你解决问题呢？怪自己啊！那你怪他，你为什么找前男友？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？啊，你为什么要怎么样？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反而去责怪对方，你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？那你走嘛，认识到自己的小，再去正视别人想要的大。想想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改变，才能够从人家的眼里面变成那个真正的男人。这件事情，比你站在这儿，比你来问我们意见重要的多。所以，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我做一点什么，让我变得更好，而不是你多关心我一点。他又不是你妈，他天天关心你干嘛呀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。小杨老师，陆琪老师一个劲儿说我们小俊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小俊啊，我其实蛮心疼你的。咱先说说你们俩约会的那个事儿。3、4个小时以后，这姑娘睡着了。小陈儿，咋叫那么大呢？你是一个在学业上很有规矩的人，我要按时写作业。扯完证之后不是要走形式吗？啊，那天他真的。喝了一点酒，然后在台上说什么他条件好也不会找我，当时所有亲朋好友都在，我特别下不了台。我那不是喝多了吗？喝多了然后。你是真喝多还是酒后吐真言呀？就喝多了，然后跟朋友吹牛开玩笑的吗？那我家里的人听到怎么想呢？哦，等于在婚礼上的时候吃喜酒的时候，他当着你的亲戚朋友说，
要不是我条件不好，我怎么会找他？我还是说的很小声，只是开玩笑的。酒喝多了，主要是酒喝多了。不是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呢？我也没理解，你这开的什么玩笑呢？酒喝多了吧？酒喝多了。对。那就等于这个酒席也弄得很不愉快呗。对。这别别扭扭吗？啊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婚后他不但不帮我分担家务，我那天休息在家边给烧一桌子菜。他回来看到桌子上的菜是有一道菜烧得不好看，他说这什么卖相啊，煮给谁吃的？气得我把一桌菜全部倒掉了。啊，你脾气也够大的了。他脾气是很大，那道菜明明就烧糊了，他可以说这道菜烧糊了，你尝一下其他的菜。然后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把其他菜全部都倒掉了，还跟我耍脾气。哎，那当然了，你不帮我分担家务，你还鸡蛋边挑骨头。你也够逗的了，人家给你做了一桌菜，好好吃不就行了吗？哪那么多话呀？那挺有意思的这两口子，啊，闹得也差不多了吧？还为别的事儿闹吗？还有就是，他喝酒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打10几通电话他都不接。啊，你跟我说为什么现在爱喝酒？你不是说借酒消愁吗？同事啊，哥们儿这些。不是你消的是什么愁？就是心里面烦。你烦什么呢？感觉工作压力大，几个同事，平时下班了大家 AA 制去喝点小酒。男同事、女同事？你别提 AA 制了啊！你上次 AA 制，你就是把像我在这里骗钱骗过去，然后自己给充游戏币了。什么 AA 制？就是拿 AA 制来当个幌子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俩财务是个什么状况呀？财务是我管钱，然后有次他跟我讲，他说他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，他们朋友之间都是 AA 制，结果我根本都没有这回事儿。我后来问他钱去哪里了，他说直接说亲爱的，你不要做这些，这个碗留给我妈刷。当时你想一下，你妈听到会怎么想？就是说他是第一次来我家嘛，然后我想着是不可能让他刷碗的。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没让他干过什么体力活。他喝矿泉水的时候，都是我拧开递给他的。天，那你去刷了吗？我没有啊，他没让我去啊。还是你懒啊？你可以自己去刷呀。可是后来你会告诉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来你家，我就得刷这个碗。”他就一直拦着我不让我去啊！当时他妈脸色整个都绿掉了。他哪敢忤逆你啊？当时我就实在没办法，我就赶紧找了一个借口，然后跟他家人说，然后吃了一个饭，赶紧吃完，赶紧跑了。然后出去之后，我呢就跟他大吵了一架。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看以前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让你提过。还有，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的世界都是围绕着他转的。我没有让你整个人围绕着我转，我也很心疼你，我希望你能够有自己的想法，做自己的事情，好吗？你们现在还在一个公司吗？哦，不在了，我去干一些物流的，还有一些保险，就是说干销售行业的。啊，为啥不在一个公司了？因为我辞职了，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辞职了。他1年之内当时换了4份工作。为啥？当时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在一家公司上班的，然后再去那个公司上班，我就感觉心里很难过，然后我就辞职了。当时嘛，我又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嘛，因为感觉干销售的工作可能会有很多时间去陪他。但当时有一次出去玩呢，突然客户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去见他嘛。然后我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他了，然后我感觉这份工作还是不太合适，又找了一份物流的工作。当时你不是跟我说那份物流工作你特别喜欢吗？结果他到好连试用期都没过，只干了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又。男嘉宾小林27岁，来自广东，是一名微商；女嘉宾小陈22岁，同样来自广东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女生好高啊！你有多高啊？175。你多高啊？182。今天谁要来啊？是我。为什么？他总是不去在乎我的感受，不去猜我的想法，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特别委屈。行吧，说你的委屈吧。什么事儿你让他猜，他没猜出来？就好像最近的吧，3月8号那天嘛，我上午去上班，下午的话女性就放假嘛，然后那一天的话，他本来就是约好了下午跟朋友出去玩，
我想，如果我跟他说我下午放假的话，那他就应该就主动说带我一起去他朋友那里嘛。当时是这样嘛，本来我是先说好先去找朋友那里，因为我找朋友那边我们玩游戏，然后他也不喜欢玩游戏，我就觉得带着他去的话，他应该会很无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要不我留在家里面陪你，要不你就陪我一起去，我给他2个选择嘛，当时，然后他的话就已经是不高兴了。我就想他直接就跟我说，我跟你一起去我朋友那里吧，你陪着我玩吧，这样子，因为他以前就说想要我陪着他嘛。不是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要不然我在家里陪你，要不然你陪我去玩游戏。可是当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当时候说，要不我在家陪你吧。可是我们在家有什么干的呢？我们都没事可干，要不你就跟我去我朋友那里。可是你又在那里很无聊啊，你一个人在那里发呆又不好啊。他就是2